2024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发生了一幕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会面时，突然眼眶泛红，流下了眼泪。这位身居高位、平日里威严端庄的国王，怎会在正式场合情难自已？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究竟是什么样的往事能让一国元首在国事访问中当众落泪？更令人好奇的是，他当时说出的感激之词。他说感谢中国方面曾对他的儿子施以援手，这句话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这眼泪和谢意的背后，究竟牵扯出一段怎样曲折离奇的过往？观众朋友们不妨猜一猜，能让马来西亚国王当场哽咽的恩情，会不会揭开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我们今天就来顺着这条线索一探究竟。事情要从10年前说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之所以会在访华时动情落泪，是因为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东姑阿都加里尔王子。这位王子是苏丹伊布拉辛最疼爱的孩子之一。然而不幸在2014年，年仅24岁的东姑加里尔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肝癌。这对王室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年轻的王子生命垂危，必须尽快进行肝脏移植才能有一线生机。可大家都知道，肝脏移植并非想做就能做，首先要有合适的器官供体。然而在当时的马来西亚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找到匹配的肝源都绝非易事，何况王子病情危急，时间刻不容缓。正在王室一筹莫展之际，一条来自远东的消息让他们燃起希望。中国方面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据媒体报道，中国政府特别批准了东姑加里尔到广州接受肝移植手术的请求，并给予了破例的照顾。毕竟按照常理，器官移植通常优先照顾本国公民，但中国方面网开一面，为这位外国王子开通了绿色通道。2014年年底，东姑加里尔王子在中国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顺利接受了一场肝脏移植手术。据说从确诊到完成移植，仅几个月时间就找到了合适的公肝，这速度之快，在器官移植领域实属罕见。手术非常成功，王子的生命暂时得以延续。马来西亚王室和全国人民都对此深怀感激。苏丹伊布拉辛陛下目睹爱子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内心的感激难以言表。他深深感谢中国医护团队的高超医术，更感谢中国政府在紧要关头伸出援手。据后来这位苏丹回忆，在他的儿子赴华治疗期间，中国方面给予了很多特殊照顾，包括协调医院、配备专家团队等等。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及时找到了匹配的肝源，让绝望中的家庭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天不遂人愿，尽管移植手术成功延长了生命，东姑加里尔王子还是在1年不幸病情复发离世，年仅25岁。对于痛失爱子的父亲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正因为如此，当2024年苏丹伊布拉辛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身份访问中国，再次提及王子，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这位久经风雨的君主数度哽咽，他动情地提到，我永远忘不了当年中国对我儿子的救命之恩。据在场媒体报道，苏丹说这句话时声音颤抖，眼含热泪，以致现场气氛一时变得既感动又有些尴尬。毕竟国事访问场合出现如此个人化的情绪流露极为少见。然而正是这一幕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好奇，中国到底给了这位王子怎样的帮助？那枚救命的肝脏又是从何而来？马来西亚国王的眼泪竟无意间牵出一个更大的疑问。当年王子换肝的故事在马来西亚国内被传为佳话，在中国也曾被媒体作为中马友好的实例报道。但有一个关键细节却鲜有人追问，王子使用的那枚宝贵肝脏源自何处？要知道，中国本国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众多，排队往往需要很久，一位外国人为何能如此迅速获得肝源？这个疑问当时并未引发太多讨论。然而多年后，随着苏丹伊布拉辛访华亲述旧事，这话题再度浮上水面。现在我们不妨从更宏观的层面来审视中国的器官移植究竟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官方的数据与现状是否真的如表面般光鲜？
还是背后潜藏着令人大跌眼镜的秘密？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得从器官移植的常识和数据说起。首先，肝移植需要供体肝脏，也就是有人去世后捐出肝脏。一般而言，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在等待各种器官移植，平均每天都有10几名患者因等不到器官而离世。肝脏作为复杂的器官，更是可遇不可求。在大多数国家，从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到真正实现捐献，中间的转化率非常低。这并非人们不愿捐献，而是因为只有少数人会在合适的情况下去世，比如脑死亡，从而可以捐出器官。例如，美国2017年约有1亿4千万公民登记为器官捐献者，但当年实际成功捐献器官的人数只有大约1万多人，占登记人数的8%左右，比例非常小。英国的情况相似，登记捐献者和实际捐献者的比例大约是1/1000。反观中国，官方宣称近年来器官捐献事业突飞猛进。中国从2010年才开始建立公民器官捐献制度，在此之前，主要移植器官来源是死刑犯捐献。据官方统计数据，自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中国公民自愿捐献数量连年大幅攀升。例如2014年只有1500例捐献者，2015年增加到2700多例，2016年4000多例，2017年达到5100多例捐献者。累计到2022年4月，中国共实现遗体器官捐献约39000例，捐献大器官115000余个，总量据称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个数字听起来颇为可观。不过，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些反常之处。首先，中国登记捐献的人数和实际捐献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正常水平。仍以2017年为例，中国官方称，当年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有约37万5千人。如果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转化率推算，理论上最终只有数十人能够真正捐出器官。然而事实是，中国当年实现了5000多例捐献，登记转化率高达约 1.4%， 这几乎比美英等国高出2个数量级，相当于高出100多倍。如此惊人的效率，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这些数字准确无误，那意味着中国的器官捐献效率简直是人类奇迹。但如果深入思考，就会产生疑惑，中国是如何做到在相对较少的登记志愿者中找到如此多适合捐献的供体的？其次，中国虽然器官捐献总数自称世界第二，但按人口比例算，仍远落后于器官捐献体系健全的国家。中国每100万人口年捐献率在2017年约为 3.7， 虽然创下国内新高，但相比之下，西班牙这一指标高达每100万人36人，美国约为27人，英国约为13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基数虽大，但真正捐献意愿仍不算高。可就在捐献率并不突出的情况下，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却并不低。据一些医疗界人士估计，中国每年实际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上万台，在全球仅次于美国。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捐献率不高，移植量却很大，这中间的缺口如何弥补？更让人困惑的是，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据不少经历过移植的患者回忆，在欧美等国等待一个肝源常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一些病情危重者可能等不到器官就去世了。然而中国的许多移植中心却号称等待时间极短，曾有海外病患回忆，在中国医院接受肾移植，只等了不到1个月就有了匹配供体，而有的中国医生甚至公开表示，可以根据需要预约移植时间。换言之，仿佛器官可以按需供应。以东姑加里尔王子的案例来说，他确诊后短短几个月就在中国找到了肝源，速度之快令人惊讶。难怪很多人会质疑，中国庞大的器官来源究竟从哪里来？难道真有一批源源不断的隐形供体在支撑着这个移植帝国吗？上述种种疑点将我们的调查引向一个令人生畏的方向。坊间一直有传闻称，中国存在一个可怕的活体器官库，许多人未经同意便被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这听起来像恐怖电影的情节，但却有不少人士多年来坚定地提出相关指控。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指控涉及一个特殊群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一种在中国被取缔的气功修炼群体，20多年前曾有上千万人练习。自从21世纪初起，有关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传闻便不胫而走。2006年，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证人和一位外科医生妻子匿名曝光，称在沈阳某医院设有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设施，大量健康的学员被杀害，器官被摘除外卖。这一爆料震惊国际社会，一时间，人们难以相信在当今文明社会竟会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暴行。然而，随着进一步调查，一些人开始认为这并非空穴来风。2006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受法轮功相关组织委托，独立调查了中国器官移植来源问题。他们发布了一份轰动性的报告，结论是，中国自2000年以来发生了大规模针对良心犯的器官摘取，主要受害者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通过分析中国移植手术的增长数据、医院容量、等待时间，以及打电话假扮患者家属，向中国各地医院探寻供体等方法，搜集了大量间接证据。例如，在一些电话录音中，中国医生亲口承认可以提供练法轮功的人的器官，因为这些人的身体通常没有疾病，器官质量较好。报告估计，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可能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移植需求而被杀害。这一结论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就引发了广泛争议和震惊。此后，调查并没有停止。2014年，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出版了著作《大屠杀》，进一步指称中国不仅针对法轮功，也对维吾尔族等其他被关押的少数民族和良心犯进行了强制器官摘取。他估计自21世纪以来，被摘取器官致死的受害者可能高达65000人。与此同时，中国器官移植领域一些异常现象也被曝光。多家大型医院在2000年后突击扩建移植病房，移植手术量激增。其中位于天津的一所移植中心，在几年间对外公布的肝移植手术量竟高达数千例，远远超出当时全国公开的捐献数字。还有一些部队医院、武警医院也因移植数量惊人而受到质疑。种种迹象让人怀疑，在公开的志愿捐献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庞大的地下器官库，用以支撑这些令人啧舌的移植数字。更直接的证据也被陆续披露。多名中国医生和相关人员后来逃往海外，他们在不同场合作证，称曾亲眼目睹或参与过活体摘取囚犯器官的事件。一位新疆的医生透露，他曾被要求摘取一名死刑犯的器官，但那人其实还没完全死，只是被打了麻醉。还有前武警医院的工作人员称，医院从上级接到过按计划获取器官的任务指标。这些爆料虽无法得到官方证实，但彼此印证，使活摘器官的指控更添几分真实。另外，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一段往事也被许多人视为侧面印证。当年他在辽宁任职期间，曾建立一个所谓现场心理实验室，开展与器官移植相关的研究，并因此获得过科技进步奖。据传，他研究的是如何在处决死刑犯时及时摘取器官等技术细节。这一传闻虽未有官方确认，但王立军其人后来因卷入政治丑闻出逃美领馆，更引发外界联想，他是否掌握着中国活摘器官的大量秘密证据？答案不得而知，但这段插曲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的怀疑。2019年，设在伦敦的一个独立人民法庭——中国问题独立法庭，也称活摘法庭，经过听证调查，作出终审结论，确认在中国对良心犯的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确实存在，并且一直持续多年。该法庭的主席是曾经审判过战争罪的杰弗里尼斯爵士。他在宣读判决时表示，证据显示这种残忍行径在中国发生了相当长时间，毫无疑问是在进行的犯罪。法庭甚至指出，针对法轮功群体的暴行可能已构成群体灭绝、种族灭绝罪。这些年来，还有多部纪录片和调查报道将焦点对准中国的器官移植黑幕。例如有纪录片名为《活摘》，汇集了对多名证人的采访，以及对中国各地医院的暗访片段，
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产业链。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指控，称之为无稽之谈，反华势力抹黑，但国际社会的质疑从未停止。许多独立专家指出，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捐献数据存在造假嫌疑。比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发表报告称，中国历年公布的捐献数字走势过于完美，疑似是根据数学模型伪造的数据。更有甚者，有人直言，中国所谓志愿捐献的概念包含了死刑犯，因为中国前卫生高官黄杰夫就曾表示，死囚也是公民，只要他们自愿捐献，就算公民捐献。这无疑给强摘器官提供了灰色地带和可乘之机。那么，这一系列举世骇然的指控都指向了谁？首先是那些被关押的群体，包括曾经庞大的法轮功修炼者群体、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以及地下教会基督徒、西藏人士等。有报告称，这些人在被关押期间经常被强制体检，特别是验血、查眼角膜等。普通在押人员为何要做专门的器官相关检查？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是，这些体检数据可能被用于建立一个供体数据库，以便在有人需要器官时，从中匹配合适供体。其次，矛头也指向了一些中国国内知名的医院和医生，例如前文提到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其移植科负责人曾因业绩显赫而闻名，但也因此备受怀疑。还有解放军第309医院、上海的东方肝胆医院、重庆的第3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等，都是移植手术大户。有国外调查者曾统计，从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报道看，中国许多移植医生的手术数量远超正常范围，而器官来源往往轻描淡写说来自公民捐献或亲属捐献，缺乏详实记录。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更加深了外界的不信任。当然，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于以上指控全部予以否认。官方坚称，自2015年起，中国已建立完善的公民器官捐献与分配体系，所有移植器官均来自自愿捐献或亲属捐献，绝不存在所谓活摘黑幕。中国政府也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澄清外界疑虑。官方曾邀请国际移植领域的专家参观中国的器官分配系统，声称所有器官获取与分配均纳入严格监管，也在国际会议上宣介中国器官捐献数量已跃居世界第2的成就。按官方说法，中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实现了公平透明的分配机制，因此所谓黑箱操作和活摘指控纯属捏造。然而，由于缺乏独立第三方的全面审计，许多国际人士对上述说法仍将信将疑。当马来西亚王子在中国获得非素移植的故事曝光后，供体从何而来的追问声再度响亮起来。有人甚至直言讥讽，中国穷人的生命和器官仿佛成了献给外国王室的国礼，用以换取利益。甚至猜测，会不会正是因为有那些被隐藏的供体存在，中国才能在短时间内为外国贵族找到匹配的肝源。这一猜测虽然无从证实，但细思极恐，让人背脊发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内并非没有查处过非法器官交易的案例。比如2014年，河南省破获并审理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跨省贩卖人体器官案，该案共有15名被告人，包括非法掮客、中介，甚至还有一位北京某3甲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犯罪团伙在出租屋内对公体实施活体肾脏摘除，然后再通过这位医生在医院为患者移植牟利。据报道，他们先后非法交易了51个肾脏，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多名主犯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起案件虽然被警方查办，但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暴露出中国器官黑市的猖獗和背后潜在的默许。毕竟，没有正规医院和医生的参与，大规模器官买卖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以前这些黑幕似乎还算遥远，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离奇事件却把摘取器官的阴影带到了寻常生活中。其中最引发舆论风暴的当属江西高中生胡鑫宇失踪事件。2022年10月，15岁的胡鑫宇在校内神秘失踪，公安机关搜寻了100多天一无所获，坊间各种传言四起。
由于此前一段时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多起青少年离奇失踪案，不少网友怀疑这些案件背后是不是有人在猎捕年轻人的器官。一时间，胡鑫宇可能被摘取器官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许多人回想起多年前就有的传闻，说一些不法分子会绑架健康少年，摘取其器官卖给有钱人做移植。尽管听上去像都市传说，但胡鑫宇案的蹊跷过程使这类阴谋论大行其道。江西当地警方起初对此缄默不语，这反而更加深了公众的怀疑。直到2023年年初，胡鑫宇的遗体才在校园附近一片平日无人涉足的树林里被找到。据官方通报，他是自缢身亡，尸体悬挂在树上。然而这个调查结论并未平息质疑声，反而引来更大争议。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少年会平白无故在学校里寻短见，更何况大规模搜山时都没发现，事后却突然出现遗体。面对舆论压力，2月初当地政府罕见地召开新闻发布会，试图澄清疑点。在发布会上，法医鉴定人员特别强调了一件事：胡鑫宇遗体的器官完整齐全，并无缺失。这句话一出，公众哗然。官方显然是意在击破器官被摘取的谣言，但在许多人看来，此地无银300两，若没有这个传闻，他们何必特地声明器官都在？有人评论说，正是因为器官买卖的黑箱操作曾经真实存在过，所以当局才不得不出面否认，以免事件越传越离谱。不管真相如何，胡鑫宇案充分暴露了一个现实：在中国民间，很多人相信器官黑市的存在，而且觉得普通人稍不留神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正是多年器官移植乱象积累下的可怕后果。再看另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例，则发生在两岸之间。2024年底，一位台湾歌手昵称 Tank 本名吕建中的消息引起了舆论热议。这位歌手年纪轻轻，却身患家族性心肌病和肝功能衰竭，生命垂危，需要同时进行心脏和肝脏移植才能救命。在医学史上，心肝联合移植极其罕见，更何况要找到一个同时匹配心脏和肝脏的供体，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奇迹发生了， Tank 选择前往大陆求医，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2医院等待器官。短短时间内，一个因特重度颅脑损伤致脑死亡的捐献者奇迹般出现，恰好心脏和肝脏都符合 Tank 的移植需求。医院火速为他安排了心肝同步移植手术，整台手术长达12个小时，涉及2个器官的切取和植入，难度极高。但大陆的医生团队成功完成了这项亚洲首例心肝联合移植手术。术后 Tank 转危为安，康复情况良好。2025年4月，他在杭州出院并召开发布会，激动地表示，是祖国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要感谢大陆所有帮助我的人。Tank 的故事在两岸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支持者们称赞大陆医疗技术先进，效率惊人，为挽救台湾同胞不遗余力。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医学壮举和统战佳话。然而，也有一些人私下提出了疑问，从概率上讲，要在短期内找到一位同时匹配心脏和肝脏的捐献者非常困难。究竟是 Tank 无比幸运，赶上了正好合适的捐献，还是大陆的器官库资源丰富到足以迅速提供双器官？有人感叹，或许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手术才能这么快实现。这话乍听是夸奖，但细细品味，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和担忧？毕竟，器官匹配涉及血型、组织型等诸多条件，要在茫茫人海中碰巧合适，谈何容易？如果不是碰巧，而是想办法找到了，那不禁让人揣测背后是否有人为操作的痕迹。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确实有无私的大爱捐献者愿意同时捐出多个器官，成就了这场生命接力。但结合前面种种案例与数据， Tank 幸运获救的背后，也难免令人浮想联翩。面对关于中国活摘器官的严重指控，国际社会近年开始陆续采取行动加以回应。早在2012年，美国国会就举行听证会调查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现象，几年后又通过了谴责这种行为的决议案。2016年，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第343号决议，首次公开谴责中共针对良心犯的器官摘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这种做法，并允许独立调查。
此后，美国政界的关注有增无减。2021年和2022年，国会多次提出制止强制器官摘取法案，寻求对参与非法器官交易的中国官员和医院实施制裁。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更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新版反对强摘器官法，即停止强制器官摘取法案，表示美国将对强摘器官的责任人实施严厉惩罚，包括冻结资产和履行禁令等。虽然该法案在参议院还需讨论，但这一系列举措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国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黑幕绝不姑息。除了立法行动，美国政府高层也不断发声谴责。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多次提及对中国可信的强摘器官指控的关切。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表示，中共的强摘器官行径是这个星球上未被充分揭露的暴行之一。不仅美国，欧洲各国同样日益重视这一人权议题。2021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对中国持续的强制器官摘取表示震惊和谴责，呼吁成员国打击器官贩运和移植旅游。加拿大在2022年更是正式修订刑法，将参与强摘器官列为犯罪，并禁止相关人员入境。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也有议员推动立法，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防止移植旅游，间接助长非法器官交易。一些国家早些年就已采取了先行措施。以色列在2008年率先立法，禁止本国保险支付海外非法器官移植费用，此举直接令以色列患者赴中国换肾的现象绝迹。西班牙、意大利也相继出台法律，严惩参与器官贩卖和移植旅游的行为。亚洲的台湾地区在2015年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要求医生登记患者海外移植来源，并对涉非法器官移植者予以处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很明确，从需求端遏制，减少国民赴中国等地用不明来源器官移植，从而挤压非法器官交易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国际医学界与人权团体也在积极发声，其中成立于2006年的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 DAFO 多年来收集证据，展开全球请愿，敦促各国政府关注并制止这一反人道罪行。该组织因为这项努力还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可见许多正义人士对这一议题的高度重视。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强摘器官的问题也不断被提及。联合国的人权专家们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质疑。2021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的12位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共当局涉嫌从被拘押的少数族裔宗教信仰者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的指控深感震惊，敦促中国立即提供透明公开的资讯。尽管中国代表依然全盘否认，并称这是政治谎言，但这样高级别的国际关注前所未有。可以说，关于中国器官移植伦理的讨论已经从民间呼吁走向了各国立法和外交议程。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强制摘取器官正逐渐成为一项基本共识和道德立场。多国政要公开表态，强调器官移植必须建立在知情同意和无偿捐献的基础上，任何牺牲无辜生命来满足他人生命延续的做法都不可接受且应被制止。回到故事的开头，马来西亚国王在北京流下的眼泪，让我们顺藤摸瓜，触及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又复杂难明的真相，那就是在生与死的交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道德黑洞。一方面，我们为王子延续生命的奇迹感到欣慰，也为现代医学的进步由衷赞叹，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那枚挽救王子生命的肝脏是否意味着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被提前终结？倘若真相如指控者所言，那么这桩隐藏在手术刀背后的交易，恐怕是当今人类社会所能想象的最恐怖的罪恶之一。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坚决否认一切对其活摘器官的指控，强调所有移植器官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国际上也尚未有权威的司法机构就此做出法律裁决，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也无权给出一个绝对的定论。但是，当那么多疑点线索摆在眼前，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在这样重大的生死伦理问题上，保持关注和独立思考尤为可贵。中国政府也曾试图以各种方式澄清外界疑虑，
官方邀请过部分国际移植专家参观中国的器官分配系统，称所有器官获取与分配均有严格监管，也在国际会议上宣传中国器官捐献数量跃居世界第2的成就。按官方说法，中国建立了一套全国统一的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实现了公平透明的分配机制。因此，他们认为所谓黑箱和活摘完全是捏造。然而，由于独立调查仍然缺位，许多国际人士对于上述说法依然将信将疑。无论最终真相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以牺牲无辜换取他人延续的行为，都违背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正如医生宣誓中的箴言，不伤害。如果我们对可能发生的罪恶选择沉默，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纵容邪恶蔓延。希望每一位观众在了解这件事后，都能怀抱善念与良知，将目光持续投向那些角落里的真相。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敦促有关方面彻查事实，伸张正义，让世界上少一些黑暗隐秘的交易，多一些光明坦荡的希望。马来西亚王子肝移植的故事，无意间揭开了这桩可能是当代最骇人听闻的人体器官交易。真相或许比我们目前所能知晓的更加离奇，也更加令人心惊。但我们相信，只要正义之火不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让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得到安息，让这样的黑暗交易永远成为历史。